没事儿。有件事儿啊，特别适合无良律师干，劳烦您等一会儿。弟弟，这样，这我亲妹妹啊，给个面子，会议室等会儿。说个请字儿。行，给我哥面子啊！怂了吧唧。哎，你们俩这关系挺逗啊。不是他找您来干嘛呀？我有个小兄弟出了点事儿，让他来帮个忙。哎，妹，可不是哥不找你啊，我那小弟弟吧有点色，见着女的这沟通去。我知道，谢谢您了，周总。那咱们说说兰兰的事儿吧。周总，你别嫌我说话难听啊。您是有家室的人，这件事您做的实在是不地道。兰兰，不管是间接呀还是直接，她都是通过我认识您的。这闹出这么多的事儿，我夹在中间也很为难。我今儿来找您，就是想问问您，他说他想跟您结婚，您打算怎么办？还结婚？我跟你说实话，妹妹，我压根儿就没看上他。他自己往上贴，你说那我这他硬贴我不收拾了。他是来真的呀，他还准备想给您生孩子呢。你听他说，他能生出孩子来？您太太带着人去学校打他了，闹得满城风雨，还丢了我们老师的脸。我知道，我那个媳妇儿你不知道，平时装的跟病猫似的，那就是个老虎，那虎起来。这事儿归根结底就是您的不对。您要是不喜欢兰兰，您就趁早把这事儿给断了，行吗？我不对，我断，我马上就断。您说的哈，行，有您这句话我就放心了。那，可是您太太确实也把人确实给打了，这事儿怎么解决啊？哎呀，那打了那怎么解决啊？要钱呗，赔呗。这是我妹妹都说了，哥也认，30个、50个都行，你定吧。兰兰她不是为了那钱，她是冲您来的，您还不知道吗？周总，兰兰不管出于什么目的接近您，但是您也都不该这么说她。您给多少钱都买不了一个女孩的自尊。我希望您还是能够妥善处理好这件事儿，别让大家都为难。我也没什么别的事儿了，我去会会那陈律师去。那我带你去。行。妹儿，就这儿，要我陪你？不用，老板，我跟他单独聊会儿。好，弟弟，都是亲人，能吵着别动手啊。放心吧。等我一下，玩完这局，哎 ，bonus time。大满贯，得嘞。怎么着，罗律师有什么要跟我聊的呀？咱们就算有聊的，也应该是在法庭上吧。陈无良，你可真……你叫我什么？陈无良啊！你不是自称是无良律师吗？我给你起的名儿，姓陈，名无良，陈无良。这名好。你说我用不用去趟派出所，把我这户口底子也改成这名？赶紧，啊！哎，陈无良，你可真行啊！周老板的钱你都敢赚。周老板的钱不是钱啊，我都是无良了，我干嘛不赚钱？那我给你介绍一单业务。你给我介绍业务，为什么呢？是因为前几天宰了我一顿，吃了我血燕，这心里边觉得不太好意思了。我没那闲工夫啊，我就是想找一个坏人，去对付另外一个坏人。那想来想去呢，发现没有比你更合适的了。你们俩绝对是天造地设的一对。哎，别铺垫，说事儿。一个案子，某种意义上标几个亿。魏公子啊，我这人呢肯定是比你坏，但我不比你傻。
一个案子几个亿的标的，这么大的肥肉，你介绍给我了，你别糊弄人行不行？信不信由你。因为这事儿吧，我存在利益冲突，所以就接不了了。但人当事人呢，希望我们能介绍一律师，但是必须够坏，所以非你莫属啊。在你眼里边，我是最坏的。那也不一定。这到底谁更坏呢？还得是在法庭上一决高下。行吧。你都这么用心良苦了，那这案子我考虑接。中介费是多少？1分不要，违规的。你白莲花呀？骂谁呢？我就一个条件啊。一个条件。反正在银行这案子上放你马那是绝对不可能。告诉你，我还没这么没出息。我的条件就是你必须胜诉，还必须把他打得屁滚尿流，一点儿脸面都不能给他留。谁这么招你恨呢？对方律师，我的师傅，我们所的韩之通。什么啊？打今儿起，你的阿硕改名了，姓陈名无良，陈无良。到你了，名儿改的挺好啊！我不是说这个，我是说他给你介绍案子。啊？你们俩有点意思。啥意思？陈无良就是他给我起的名。哎呀，不在那个，褒贬是买主，啊。哎，我也发现了，他其实早就对我有意思，但他想买我不一定卖。我陈无良还是有审美标准啊。说你就别在我面前装来装去的了，到时候谁买谁卖还说不定呢。那你说这活咱们接不接呀？接啊，为什么不接啊？啊，我都陈无良了，我有什么不敢接的？几百万呢，我跟钱有仇啊，是不是？不是兄弟，我替你考虑啊。接一个案子是几百万不假，但是为了这么一个案子毁了你一世的名声，不值。这样吧，我帮你承担一些啊，我也叫无良，咱俩55分。老哥，你真好意思，28不可能再多了。不行，37，要不然就28、18，晚上请吃饭。哎呀，秋华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可以实施以毒攻毒的策略了。我找到了一个比老韩更无耻、更恶毒、更没有底线的人。谁？陈无良。陈无良是谁？我给他起外号陈硕，大政所那陈硕。哎，不是弄我这银行的案子吗？啊，还想夺我那房子，还有比他更无良的吗？所以你说让他来对付老韩怎么样？我这招数是怎么想出来？我都崇拜我自己，我爱死这种狗撕猫咬、热气腾腾的生活了。你不同意啊？没有啊。怎么想起他来了？我刚才不是去那个周老板那儿聊我那小阿姨的事儿吗？然后我就碰见他了，把这事儿跟他这么一说，他还挺感兴趣啊。然后这事儿就这么定下来了。那魏总同意了？我刚刚已经给他们双方都打过电话了，约好时间了。哎，这出大戏，我不愿意错过1分钟，你到时候也给去啊。那既然人家双方有意，你就让人接触呗，我就不去了。不是，你得去啊！这见证伟大的时刻，由我导演的一出精妙绝伦的大戏就要正式拉开大幕了，你必须得去。我还有事儿。你有什么事儿？你老有事儿。哎，你必须得去啊！我跟你说，而且咱就算不给人魏总当律师了，咱也给把人后面交代一下，是不是？哟，回来啦！哎呀，累死我了！这儿媳妇扮演的怎么样啊？别提了，一场噩梦。我决定了，我以后不结婚了。哎，说的。我就没有见过有那么多规矩的。我们吃个饭，我男朋友能在桌子底下踹我4回。一个馒头我得掰成2半，然后夹1筷子菜，先让他父母1回，
吃完了我还得招呼一句：“爹妈，我吃完了，你们慢吃啊。”天哪，太可怕了！还有那个厕所，不行，我不能说了，再说我就不吃饭了。不是你也太实在了，哎，那你就别住他们家呗，旁边找一宾馆不就得了吗？我就是那么干的呀，住了1天我就知道我住不下去了，那个厕所打死我都不上，所以第2天我就去县城找个宾馆住。不过他爸妈很可怜的，他跟我说，当初为了供他上大学，他家里一个姐姐一个妹妹都早早辍了学，集全家之力供他上。在那样的环境里生活，他爸爸的腰早就坏了，他妈妈的2只眼睛迎风就流泪。不用说，你掏钱了。那我还能干什么呀？我得帮他们改善生活呀。不是瞎说，这世界上见风流泪的人多了，那腰断的人也不计其数。你管得过来吗？你要不打算跟你这男朋友结婚，你就趁早别跟他们家牵扯那么多关系。可是我看见了呀，他们多可怜啊！算了，当我没说，你自己看着办吧。哎，秋华，说好了啊。说好什么了？有案子了，带我一个呗。带你什么一个呀？就是你之前说那案子，但是办不成了，留给别人了。哦，离婚案，我还以为杀人案什么的。哎，你那个窗台上有2包零食过期了，别吃了，扔了。哦，好。2位律师啊，这件事儿谁也赖不了，都赖我自己。当时一犹豫，就没跟2位合作成功。我原来可不是这样的。我当时在公司的时候，几个亿的项目，开一个会也就1、2个小时，问题解决了。你看我现在，不管是做人还做事，总是瞻前顾后，犹犹豫豫，犹豫不决。我都不知道我现在怎么变成这样，都是被那个女人给逼的。哎呀，魏总，真的听完您说完以后啊，特别理解哈，特理解。但魏总啊，我觉得咱这过去的事儿咱也先不提了，为什么呢？因为现在我们给您介绍这个人啊，绝对能不辱使命，打败老韩。打败？哦，嗨，您看看我们这就是律师之间的这种专业名词，通俗点说，那就是打赢这场官司。听明白了，听明白了。那如果说真的用了这个律师的话，那你们俩给我捋这个代理思路，我能给他看吗？怎么不能呢？如果人家看了以后觉得可采用，那尽管用嘛。因为这个案子，说实话我们也不代理了，留在手里也没用。赠人玫瑰嘛，手留余香嘛，何乐而不为呢？谢谢谢谢，谢谢2位啊。那2位你们得收多少那个咨询费呢？哎，提什么钱呀，魏总，提前生分了啊。那不行，不管多少钱我必须得给。这是咱们的缘分，主要咱们就是为了打赢这场官司才是最重要的。谢谢谢谢2位，来，先把茶给2位斟。感谢感谢感谢。来，续点茶。对了，我正好有个事儿想跟2位说，不知道2位有没有兴趣？您说您说。正好呢，我有个生意上的伙伴，他现在有个案子想找律师，不知道2位有没有兴趣？啊，那是什么案子呢？他跟我说是一个专利案，你们俩以前办过吗？那太巧了，我们俩现在手头上正好是代理着一个专利案的。真的啊？那我可算是找对人了。只不过呢，这个案子呢，标的不是很大，也就大概几百万而已。我刚才本来就想跟2位说，但我怕你们俩觉得这个标的太小。对，魏总，这主要还是给谢谢您，魏总。您看您给我们就介绍案子嘛，但是您看这个什么时候方便我们和对方也能够见一下，看看合不合适做。如果合适做呢，我们就接。哎呀，陆律师，有什么合适不合适的？你们就接呗。他专门嘱咐我说，一定让我帮他们找一个信得过的律师。你说你们俩这么帮我，魏总，这个越是这样哈，我们越要对得起别人对我们的信任。那我们作为律师呢，我们首先得看一下这个案情，然后再看看自己有没有把握来接。这第一呢，我们得对得起人家当事人；最重要的，我们是得对得起魏总您对我们这份信任，是不是？真好。这天底下所有的律师，
能像你们俩这样就好。那个，哎，怎么还没到呢？这，要不然我去门口去迎一下去吧。没事，可能路上有点堵车。是，哎，对了，秋绿，正好忘了一件事儿，你也出来，我们说一下。哎，魏总您先喝着啊。好，哎，您先喝着。大小姐啊，以后关于钱的事儿，您就免开尊口，我来说，好吧？你的钱已经多到这种程度了吗？他刚才给钱，你为什么不要啊？哎，我忘了，我刚才就想着怎么对付老韩来着。哎，不过你看，这不是，这回报就显现出来了吗？哎，专利案秋花，你赶紧掐掐我，是不是真的？哎呦，真掐呀，疼！专利案是真的，但是咱们打得了吗？真能吹牛。不是什么案子不是人办的呀？咱们不会，咱可以学啊。哎，他刚才可说了几百万，那200万也是几百万，那900万你也是行，你先别算了，你一算准跑。你一叫我出来就这事儿啊？不是，我主要继续在里面坐着，我怕我那小人诈富的嘴脸就显现出来了，我给出来稳定一下我自己。你是挺小人诈富，但是你也得先诈富了才行啊。不是，我先过个心瘾。陈无良来了啊！包给我。稍等我一会儿啊，半个小时。恶心。罗律师，不是你怎么才来呀？这没迟到啊。哎，我想过了啊，我虽然爱财吧，但是君子爱财，取之有道。哎呦，陈无良，你就别玷污“君子”二字了，行吗？那就小人爱财，小人也取之有道啊！啊，如果我接这案子啊，你就是中间人，我就给你提成，不管我赚多少钱，15%。毕竟嘛，有些人还得还新车的贷款嘛。我就特别佩服你，能把这律师的职业做得跟个生意人似的。但是你看我长得像掮客吗？哎呦，罗律师，用不用这么清高啊？我是你的话呀，15不行，20。20不干，30。哦，30呢，我走人不接了。哎，20也行。不是，那么好说话呀？不是，我跟你说啊，我主要呢就这钱，我宁可不赚，我也想去欣赏一下这个狗咬狗。哎，秋华，哟，秋绿，20行吗？好久不见啊！请吧。嗯。这东西。魏总，哎，来，介绍一下陈律师。哦，你好，你好，魏总，陈律师。哎，来，坐。哎，你先下去吧，我自己来啊，谢谢。啊，魏总，这个陈律师这边哈，您大可放心。在拼这个那个专业度上面呢，那绝对是不亚于韩律师的。您推荐的人肯定是没错。不是之前也跟您说了吗？为什么我跟邱律师没能结成您这个案子呀？那不就是被小人给算计了？所以您现在啊，需要的不是一个好人，哎，您需要的是一个比韩律师更，有手段的人。那陈律师绝对是够资格的。魏先生，本名陈硕，啊，您想想，您对面那可是韩律师，您就给找一个比韩律师更无良的律师，啊，那用不用呢？魏总，您自己做个判断。但是我的建议是，您用。那邱律师，那我们就先走吧。好，陈硕啊，对，我得提醒你啊，这你把你那个聪明才智啊用在那个该用的地方上面啊，别用在这个别的地儿啊。你放心吧，你都说我专业了。再见。您坐，您坐，拜拜，罗律师。您坐，您坐。邱律师，来，哎，坐，陈律师。直奔主题吧。好，这是所有的材料都在里边。哟，就这么干等着呀？这我也是佩服这陈无良这品味了哈。还行，这女孩长得还行。忘了正事儿了。怎么了？忘了管魏总要他那朋友电话了。哦，等会儿啊。
算了，矜持一点，我明天再要。走。大概呢就是这么一件事儿。陈律师，那您看这案子，咱们应该怎么打呀？打撤销，这不是一直您都遭受着威胁吗？所以那协议呢，肯定不是您真实意图想表达的。陈律师，您的眼光可真是非同一般啊，真可谓是英雄所见略同啊。什么意思啊？我说您刚才这个思路和罗律师他们的思路是一样的。跟他们两个一样？对，他俩一样。那我得换思路了，我不能跟两个年轻律师的思路一样，不是一般见识了吗？不是，陈律师，我不是这意思，我不是说您要跟他们一般见识，我是说英雄所见略同。况且刚才这个思路是您自己提出来的，而且我也觉得吧，这是唯一有可能成功的一个思路，要不然，咱们就按这个思路打吧。我想想啊，是这样。这案子呢，其实挺有难度的，啊，这也不是说没有完全翻盘的这种可能，啊，如果您委托我，咱现在就得把这代理协议给签了。行，可以签。好，那您看咱们这个协议怎么签呢？以目前的状况来看呢，我觉得最好咱们是分2步走啊。如果现在咱只是打你的这个离婚之诉，肯定是对你不利的啊。咱得先把那个股权转让协议那先打掉，然后咱们再打离婚析产啊，这样对你是最有利的。那这么算下来呢，一个案子它就变成了2个，这2个案子咱得同时签掉它，啊，头一个我给你20万，第2个咱们按标的。陈律师，您看这样行不行？这2个协议咱们能不能分开签？我的意思是说，如果说第一个您打赢了，第2个我肯定是再全权委托您继续打。不行，真不行。如果这样的话，魏总，不好意思，您请别人吧。说实话啊，这头一个呢20万，其实我相当于是免费赠送的。我看中的是下一个，所以这第2个案子，我跟您一定不会客气的，您也多理解一下。行，那咱们就签吧。哎，好。对了，我这儿有一个那个邱律师和罗律师他们写着一个思路，而且我也征求过他们同意，要不然您作为一个参考，您看。不用啊，所有的思路全都在这儿呢。没关系，如果说您闲下来就看看，有用您就用，没用您就扔了，你就拿着吧。成，我拿着啊。好嘞 ，OK， 合同。宁宁，喜欢什么礼物跟哥说，哥签一大单。签多大单啊？给我看看。保密。哎呦，饿了，咱们去吃点宵夜吧。陈硕，我饿了。你想吃什么往这开就得了。那你呢？啊，不用管我，不用管我。那我们家那个兰兰呀，真是让我头疼。你说她跟这周老板这事儿，我觉得你也不用太为难，都是成年人，应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。我觉得如果周老板愿意用钱解决这个问题，对于兰兰来说也是一个不错的结果。那你说，这兰兰万一人对周老板是真心的呢？那这周老板就拿钱把她撵走了，这不对她来说就是一种侮辱吗？你觉得如果周老板要是没钱，这个兰兰会这么伤感着？你相信我，阳光底下没有新鲜事儿。哎，没准就好长那样的。哼。喂，你好，哪位？陈硕，
是你啊？不是你怎么回事，罗英子？咱认识这么久，你不存我电话合适吗？我存一个无良律师的电话干什么呀？我跟你说声谢谢啊，给我介绍了一肥活。不用谢啊，我只是想坐山观虎斗，看一个坏蛋如何搞死另外一个坏蛋。行行，哎，那个你给魏同仁写的那个代理思路呢？我看了一遍，我觉得写的还行吧。要不什么时候找空咱见一面，当面交流一下？就没有这个必要了吧？啊，就我觉得你的那个坏心眼已经够使了，不需要场外指导。还有啊，你以后别老打电话骚扰我啊！再见。哎，等，我就告诉你，我跟魏同仁签了。你签就签了吧，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怎么跟你没关系呢？你不是有提成吗？我告诉你签多少啊？20万。什么？不可能！就你这种钱串子，逮着魏总这样的人，就20万就搞定了啊？哎，还真就签了20万，但呢，是一起签了2个案子。这第一个吧，啊，因为你要拿20%提成，我是故意签的这么少啊。至于第2个吧，哎，属额保密。天哪！哎呦，哎，您就是为了少给我们点这中间费，就把这个案子拆分了。陈无良，那这老韩真不是你的对手。不过你已经承认了，你把这案子拆分了。那我告诉你啊，这2案子都算我们给你介绍的，所以到时候第2案子不管你收多少钱，那你也得分我们的。那就得再聊聊了啊，不能现在答应你。谢谢啊，我挂了。案子有点意思，人更有意思。哎，你说我是不是最近水逆啊？我怎么老碰这种厚颜无耻的人啊？你都想象不到，他就为了少给咱俩提成，他就只管那魏老板要了20万。你刚才不还说签不签跟你没关系呢？我那不是想显着自己高风亮节吗？再者说了，我也真没想要他钱。为什么不要？怕犯纪律啊？我就是觉得，起步做律师吧，别一开始就奔着钱去。对吧？对不起啊，我这应该事先跟你商量一下，毕竟你现在对钱的需要也非常迫切。我是对钱挺迫切的，但是一个债务缠身的人应该比我更迫切。既然你都能做到，哪怕迫切也能放弃眼前的利益，那我也能变得不那么迫切。谢谢你，秋华。其实我做这行吧，也是被逼的。但是入了这行呢，就又看到像老韩那种那么不体面的律师，我就在想，我可能未来不会成为一个特别大、特别成功的律师，但我一定要努力成为一个体面的律师。为了体面。哎，走一个。兰兰，姐，来坐。哎，你喝点什么？你找我有事儿？啊，那个，我刚才啊，挑了2本书，我觉得挺好的，送给你，对你这个学习上有用。姐，你找我来就为了书啊？兰兰，这个周老板啊，我觉得他根本不可能会因为你跟他妻子离婚的，啊，他觉得在这件事情上呢，也是很对不住你，所以他就想着，在经济上对你有所补偿。你觉得他这个想法你能接受吗？不想为了我离婚，当初为什么勾引我？
他想白玩吗？姐，你跟他说，我不要钱，我就要他这个人。我也是觉得他做的不对，而他自己也承认。我去见他的时候也说他了，所以他才说要做一个经济的补偿。什么经济补偿？把我当卖身的？我当然不是这个意思啊，但很显然他不值得你托付。第一，他有家庭；再者，我觉得他对你不是真心的。事实上，这钱不是我跟他提出来的，是他自己主动说要跟你拿钱做个了断。所以我希望你就不要在周老板身上浪费自己的青春和感情了。行，那他打算给我多少？他反正就是他最后说定的是说要给你50万。我要1000万。兰兰，你是认真的吗？这两个数之间差的也太多了。我真心的。姐，你觉得我的青春就这么不值钱吗？不是，我觉得青春就不应该和值钱画上绝对等数。不是，我觉得不重要，是他能不能给你，他答不答应这事儿很重要。他不答应他就娶我。哎呦，我现在也是成年人了，以后我跟他的事儿，姐你不用管。兰兰，你自己也说你自己是成年人了，那你就应该好自为之。我是觉得你原来帮过我，所以我觉得现在你出事儿了，我也想帮帮你。但如果你这么说的话，那我也就不管了，我也管不了。其实，你就自己处理吧，好吗？好，姐你不用管。那个，你这个月的工资我已经打到你卡上了。不用了，我最近上课我也没干活，学费不也是姐你出的，以后工资不用给我。不行，咱们之前说好的。没别的事儿，姐我走了。他不想再让我管这件事儿，您也好自为之吧。那他想干什么呀？他不想这么简单的和您做了断，您最好是做点准备。不想断好呀，我也不想断呐，接着玩呗。下雨天打孩子，闲着也是闲。妹妹啊，这事儿你甭管了啊，哎，甭管了。英子，忙呢？啊，哎，我正好买了点这个专恋的书，咱们有个忙啊。哦，你能帮我个忙吗？你说。今天轮到我接待法律咨询，但是我有点不舒服。那个当事人还在会客室，你能帮我去跟他谈谈吗？你怎么了？需不需要休息？没事，我喝点水就行。行，我去休息会儿啊。那我去了。您好，您好，
你是刚才咨询邱律师是吧？您姓。邱律师身体突然有点不舒服，然后我就来带他。我姓罗，你叫我罗律师就行。你怎么称呼？我姓郭，叫郭玉。那你今天来是有什么法律上面的问题需要咨询吗？我想咨询，我想，其实我们也经常遇到这种情况哈。其实如果你要是没有想好，可以等想好了然后再来也可以。我在伟达集团工作，伟达集团您知道吧？老板是杨伟达。伟达集团我不太清楚，但是那个杨伟达是不是一个网上的一个名人呀？当年的青年领袖。然后年纪轻轻创业，然后经常资助贫困山区的学生、失学儿童，到处做报告，是那个人吗？是他。我是他助理。哎呦，那你很幸运啊。是吗？开始我也是这么觉着的。他成功以后，不忘反哺社会，成立了好几个基金，其中有一个就是专门资助女大学生读书的。事实上，我也是靠着这个基金的帮助读的大学。农村孩子不好找工作，毕了业以后找不着工作，我就给杨总写了信，然后我就这么被公司录用了，到他身边工作的。哦，是吗？那他这人挺不错的哈。不错吗？他不错吗？开始我也是这么觉着的。你怎么了？那个，我给你再添点水。郭玉，你还好吗？要有什么事儿可以慢慢说。他骚扰我。我不该说的，毕竟他是对我有恩的人。可我实在是受不了了。你别激动，你说说，你觉得他是怎么骚扰你的？我不知道该怎么说。在他身边工作，开始我就觉着他对我特别的好。可是后来，我就觉着不大对了。他经常给我发一些暧昧的话。是什么暧昧的话？你能具体的说一点吗？比如，他劝我开放点儿，问我有没有男朋友，是不是处女。那这是有点不太妥当。还问我内衣尺寸、颜色。稍等一下啊，我给你看，你说的是这个人吗？是他。这个上面说这是他太太，你见过吗？是他太太，他是我们公司的副董事长，他很能干的。事实上，公司的家，他太太当了大半。郭玉，那个我可能比你早工作几年哈，就以我的观察，就这社会上吧，有一类这种成功男士啊，就他们特别爱在年轻女孩面前占一些口头上的便宜，就来显示他这种社会上的这种优越感，
但是当你感觉到被冒犯的时候呢，他马上又会说：“哎，他这是在开玩笑啊，不是恶意啊，就是那把手伸到衣服里面，也算开玩笑吗？”而且他喜欢一个人的时候在办公室看那种录像，有时候我去给他送文件，碰上了，他就拉我一块儿看。这种时候，他的手就不老实。开始是拍我屁股，捏我大腿，我劝我自己是想多了，可是后来他越来越得寸进尺。只要是没有人的时候，他就对我动手动脚。抱我，亲我。韩主任，你干嘛呀？今天晚上去开房怎么样？这种情况它持续多久了？我在公司工作快1年了，这种差不多也有大半年了。大半年了？那你怎么才来呀？我之前实在不知道找谁，现在我实在是没有办法了。就来这儿了。我是律师，所以作为律师，我只看证据啊。我现在所说的一切呢，就是你刚才所说的那些为前提。如果你说的都是真的，那杨伟达杨先生这种行为，他已经是非常严重的性骚扰了。那如果你手上有充分的证据的话，那他可能涉嫌猥亵罪。可是他对我动手动脚，我没有什么证据啊。那性骚扰这方面，我有他给我发的信息，你能给我看一看吗？啊，你先喝点水啊。这含义不明确，这可以做各种解释的。所以，如果以现在这个为证据来告他性骚扰的话，肯定是不够的。那这怎么办呀？他做这种事情也不可能当着别人的面做呀。这就是职场性骚扰的面临的一种困境了。因为，第一呢，他就举证比较困难。如果你没有留有当时的这种文字啊、录像啊，或者是录音的话，就很难去证明他的这种行为。第二就是参考之前的类似案件，多数都是以赔礼道歉就了事儿了。第三就是，面对这样的事情，其实受害者最后受到的这种损失，可能还会比加害者要大。你能明白我的意思吗？罗律师，您的意思是让我就忍着算了，是吧？哦，那不，我不可能，我没有那个意思。那您的意思是？我这样，郭玉，要不然你先在这儿坐一会儿，然后我出去一趟，我马上就回来，好吗？你等一会儿啊。他说啊，你帮我个忙呗。什么事儿？帮我查查，在网上，咱们国家在法律上对制裁性骚扰是怎么规定的？性骚扰啊，不用查，几乎没什么办法。那你也帮我查查，沾边都查，谢了，我急用。哎，是不是有案子？你先帮我查查吧，我在咨询室呢啊。哦，好。证据不充分，回去参照。二前后语数，他说我写的像小作文，啊，就是原话，他跟我说的，就是你写的这个让法律觉得你有表演成分。
哎，铁律啊，秋绿你看见了吗？秋绿好像去档案室了吧？多谢啊。然后让我把这些全部删掉。韩主任，你别这样。你跟谁说话呢？是觉得自己傍上了。哎，方律师。哦，好的。秋华，那个方律师叫咱们过去的。会客室那女孩走了？还没呢。没事，你交给我吧。进来，方律，来，英子坐。你和民商银行那个案子啊，情况有些不妙啊。怎么了？刚刚接到法院的通知，下周就要进行证据交换，也就是说，这个案子要开庭了。民商银行那个律师陈硕没起什么好作用。银行案在离婚案以前开庭，并形成判决，已成定局，这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不利的。我今天喊你来呢，我就是想问问你，到底要不要向公安举报刘明诈骗？这可是你保住房子的最后机会了。如果报案的话，会有什么样的结果？公安可能立案，也可能不立案。但是我觉得呢，这个案子的案值呢不小。刘明贷完款之后，马上就把钱转到了国外，那诈骗的意图非常明显，所以呢，立案的可能性很大。一旦立案呢，刘明就会上公安的网上追逃名单。那他在国外的那个行踪啊，还有住址啊，我们都非常的清楚。公安把他追回来的可能性不是没有。都到这一步了，你对他还抱有幻想啊？不是，我总觉得这里面会有一些我不知道的原因，所以在没弄清楚之前，我对他也下不去狠手。哎呀，女人呢？行吧，就这事儿。秋华，一会儿你留下，马上开庭了，咱俩好好准备一下。好。对了，方律，那个我还有一件事情想征求一下您的意见。你说什么事？咨询室刚才来了一个女孩，现在还在呢。她在职场上受到他们老板的性骚扰，然后来咨询法律意见。她是想打官司吗？不知道，她也是，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办，也不知道该去问谁。作为律师呢，不能挑唆，你就把法律上的有关规定、法规，你就给她解答了，就算完成她的咨询。既然她来咨询我们，我们就从保护她最大的利益的角度出发吧，合为上吧。具体怎么说，你自己决定。明白。那方律，我先过去。行。京北市第13届人大常委会上通过了一项草案，那里边有具体的规定。按照那个规定，杨伟达对你的行为绝对可以定义为性骚扰。再说从名誉权出发，《民法通则》第101条和第120条规定，公民享有名誉权，公民的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，禁止用诽谤、侮辱等方式损害公民的名誉。公民有权要求停止侵害、恢复名誉、消除影响、赔礼道歉，并且可以要求赔偿损失。夏律师，出来一下，让我有话说。辉，你稍等啊。怎么了？你来干嘛呀？不是你叫我帮着查查法律法规吗？行，你呢就接着回去打你的游戏吧啊。不是你这什么话呀？我说的不对吗？我是来解答疑问的呀。
现在是我在值班，等轮到你的时候，你可以再来，好吗？啊，谢谢你给我查法律啊。哎，罗英子，我在学校的时候，他们叫我复印机，所有的法律法条，只要看一遍，全都印在了这儿。以后你要查什么，直接问我就行，我都不用看书。行，好的。那个这个案子我们一块打呀。哪有什么案子呀，姑奶奶，你赶紧回去。性骚扰，你快回去吧，我忙着呢啊。哎，郭律师，哎，你坐，郭玉。你这个水都凉了吧？来，我给你换一杯啊。罗律师，您不知道这件事情我犹豫了多久。要不是因为要跟他出差，我也不会来这儿的。我总觉着自己是在恩将仇报。要不是因为杨总的基金会，我可能还在农村干活，说不定能嫁人生孩子。郭玉，你千万别这么想。就算是他们基金会资助了你上大学，但是他也没有权利这样的对待你。在这件事情上，肯定是他做错了。但是郭玉，在民事案件的审理中，有一个法律上的术语叫“谁主张谁举证”，意思就是说，如果你想主张他性骚扰了你，你就要拿出证据来。我手机短信就是证据啊！我知道，我也看了，但是这个短信的证明力，在法庭上是很薄弱的，它可以做多种解释。所以，如果你真的想告他性骚扰了你，那你就要拿出更确凿的证据。他这有什么证据啊？他做这种事情也不可能当着别人面做呀。所以，就以现有的证据来看，如果真的走到诉讼阶段，在庭审上是很难被认定的。是他明明发生过呀。郭玉，惹不起咱躲得起。老家那边好找工作吗？罗律师，您是京北人吗？我不是，我是山东人。那您为什么不回山东工作呢？对不起啊，郭玉，我也不是那个意思，要不就当我没说吧。那他现在让我帮他订票，后天要出差，我现在该怎么办呀？要不你去趟医院，开一个假的假条，咱先躲过这一回再说呢。那行吧，谢谢您，罗律师。那我先走了，咨询费在哪儿交？哦，别客气了，就当咱们是私人对话吧，这一次就免费了。不用了，咨询费我还交得起。那我问问前台吧。哎，小张，你好。哎，好，王女士你好，里面请。就在那边。好的。刚才啊，觉得聊挺好的啊。是啊，就是这价钱有点贵。但是那小张刚才跟我说的，我觉得还挺好的，挺有道理的。是啊，有头有绪的，但是这案子他们能接？那我们要找他们吗？要不咱们再考虑考虑吧。是。那女孩呢？走了。你怎么答复她的？能怎么答复呀？也不能劝她打官司，就安慰几句呗。劝她要不就换个工作，实在不行就回老家呗。真是一个好建议，居然劝她回老家。谢谢。不然怎么办？
你说他要是继续留在这伟大集团，就逃脱不了被骚扰的命运。要是让他离开，因为这件事儿，你觉得那人能让他在京北找着工作吗？不好了，不好了！有个女孩在楼梯间摔了，快去看看是不是咱们的人！快走走！老英子，这案子我一定跟你一起干。大小姐，哪个案子呀？哪案子你介绍给我，我也想挣点钱。不是刚刚那性骚扰案吗？什么就性骚扰呀？人家就是来咨询一下。你不是把那个法律规定也告诉人家了吗？人问完人就走了。不是，他让人骚扰就这么算了啊？那你说能怎么办？他怎么这么没出息呢？咱们别来何不食肉糜行吗？算了算了，他又不懂事儿。别说了，这事儿就这么着了，大家都散了。邱律师，罗律师，刚才你俩在接待室接待的女孩，她摔倒了。啊？摔哪儿了？不好意思，让一下，过一下，过一下。郭玉，没事吧？郭玉，没事吧？郭玉还能动吗？不行，我摸一下。不，快叫救护车！我没钱。你就不要管了，来，咱们来送医院去。哎，我来。哎，大叔你就别添乱了。哎呀，喂，120吗？我们这有人摔倒了。你这个片子呀，我看过了，脚踝骨子摔裂了，没什么大事儿，出院观察观察啊。嗯，谢谢您哈。谁是家属来？住院费交一下。护士，我不住院。没事，我来。谢谢您哈。哎，谢谢。罗律师，我真的郭玉，你啊就好好躺着听医生的，先躲过2天再回家。罗律师，我真的不住院。哎，我就回家就行了。你别动了，你现在这样，你把这还是我去交住院费吧。刚刚我去交过诊疗费，我知道在哪儿交。郭玉，你就好好躺着。既然你委托了我们，你就是我们当事人，我们肯定会对你负责的。哎，夏叔，夏叔，你等一下，你就躺。你先别着急。职场规矩，你知道吧？什么规矩？郭玉这边呢，别说现在还不算是个案子，就算将来算是个案子，也是我跟罗律自己的案子，跟你没关系。这个住院费呢，你也别张罗了，我们自己来吧。你快回去吧，这儿有我跟罗律呢啊。秋华，我不是想抢你们的案子，我是想和你们一块儿打。我知道，但是我们暂时不缺人手，现在。那这样吧，郭玉的代理费我出了，你带着我一块儿打吧。玩呢？花钱玩呢？打游戏呢？法院门口有的是打不起的官司，你随便去挑一个就行啊。你快去忙你的吧。要是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，我随时喊你。啊，忙去吧。哎，拜拜，拜拜。你把他轰走了？啊？你说你非招他干嘛？哎呀，我就是郭玉的事儿一着急，我就说让他帮着查一个法律规定，不是说他是什么法律书附录机吗？没想到把他给勾过来了。这住院费挺贵的，怎么办？能怎么办？咱交去呗。郭玉，你现在行动不便，有人照顾你吗？我可以的。罗律师，我加您个微信吧，我把诊疗费给您。这些钱我还是有的，我就加您个微信吧，我把钱转给你。谢谢您啊，罗律师。
那我们就先走了。这几天如果有什么需要帮忙的，你给我发微信，别客气。谢谢您。走了。退一万步讲，就算是你真有证据，就算是我们能给你告赢这场官司，又能怎样？依照现在的法律规定来说，情节最严重的，也就是处5日以上10日以下的拘留和500元以下的罚款。且不说杨伟达能受到这样的处罚，他有多难，就算是真走到那一步了，你有想过自己的未来吗？你做好这样的心理准备了吗？如果真到了那一步，你离开伟达集团，你还能不能找到工作？要体面就学会告别，要期待上一个明天，怀抱着掏空心的缺，去热烈。一个从农村出来的女大学生，遇到这种事儿，都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去解决。这种事儿呢，别说人家没提打官司的事儿，就算是提了，作为律师，你也要往西宋的方向去引导。关键是啊，这种性骚扰的案子没法打，就算打赢了，也没有什么结果，受害者往往会受到2次伤害。我出去会见当事人，有什么事儿，你给我打电话，好吗？韩主任，先别走。有件事儿我通知您一下，我要单干了，和罗云子搭档。什么？这3个案子我要带走，毕竟都是我做的，您先看一下，有个心理准备。疯了，吃错药了。我一会儿就把卷宗拿走了。你想什么呢？这3个是我最赚钱的案子，你想拿走？谁给你这么大口气？秋啊，以后你的前程包在我身上，你跟了我的案子咱们俩一起做，咱们就可以夫唱妇随。你居然跟我录音，你想干什么？我只要我的案子，协议虽然都是你签的，可活儿都是我干的，这是我的劳动成果。秋荷，你就是一个白眼狼，如果没有我，就凭你怎么进大所？怎么会有案子？怎么能转职业？居然给我录音，想干什么？啊，想公开？告我吗？好，随便，你去告啊！我只想要那3个案子。我跟人家签的代理协议，你怎么拿走啊？我和罗云子来办，代理费分您30%。做梦！
有本事你去告我！韩春，我要是真把您告了，您承受不起的。这3个案子我就拿走了。哦，对了，梁律跳槽了，他的办公室以后就归我和罗英子，所以从明天开始，我就不来您这儿上班了。哟，来早。英子啊，以后咱们不在这儿办公了。出什么事儿了？没出什么事儿。你看那屋，梁律跳槽了，以后那屋就归咱俩。能成吗？我跟老韩打过招呼，走去看看。哎，我说可以哎，我说，哎，不错啊，哎，这电脑也是咱们的，嗯，行，这电视也是咱们的，当然了，可以。朝东，你知道朝东意味着什么吗？嗯，发财，有点意思。意味着你要跟我单干。这3个案子是我从他那儿拿出来的，每一个案值都在100万上下。不是这上面签的他的名儿啊，他肯吗？他不肯不行啊，而且这上面也签了我的名字。我跟他说了，这3个案子我要拿出来打，代理费分他30%，你跟我一起啊。我算了，我看他的名儿我就嫌恶心。哎，对了，那个魏总打电话过来了，他说啊，让咱们跟他朋友，说让咱们和他朋友约着见面。咱自己有案子了。我去把我东西拿进来。嗯。怎么了这是？被开除了？说什么呢？人家罗律现在有自己的办公室了，正搬着呢。办公室？嗯，那个。升职了？我帮帮你吧，要不？不用，我自己能行。回事啊？我哪知道？你那么好奇，怎么不自己去问主任？我放在那个框后。这个？嗯，就那边像。这总算也是有自己单独的办公室了。怎么单独呢？这不还有我呢吗？早晚也把你给踢出去。哇，有新办公室啦！哎，给你们带吃的了。你这又是干什么呀？还挺好的。罗英子啊，我也搬过来一起来。姑奶奶了？
我叫你姑奶奶行吗？啊，你就别在这儿添乱了啊！你看我们这办公室有转身的地方吗？您一合伙人那么大一办公室，你跟我们这儿挤着干什么呀？我一个人太无聊了，我想跟你们一起嘛。啊，无聊啊？我给你出个主意。什么？来，我跟你说啊，你呢，给你爸打个电话，然后呢，让他给你雇一阿姨陪你玩啊，去吧。啊，不是，那个案子，什么案子？没有。你看吧，都是你惹出来的好事儿。来，不吃，不吃也得吃。你啊，你这个对人家夏叔这个偏见有点太明显了啊。我对他没有偏见，只是单纯的不喜欢。嗨，人家只不过就是有个好背景，心眼儿还是不坏的。喂，郭玉。啊，怎么样？你脚好点了吗？罗律师，我求您帮我个忙行吗？什么事儿？你说。就是万一我们单位派人去你们那儿问，你们能不能说我是因为老家房屋拆迁的事情去咨询的，可以吗？可你只是来做法律咨询，你为什么那么怕人呢？不是，杨总听说我是在你们那儿摔的，好像有点怀疑了。他今天过来，话里话外就打听我是去干什么的。我怕他万一知道了，罗律师，我就求您帮我这个忙吧，我真的不能丢了这份工作。哦，好吧。郭玉怎么了？奇奇怪怪的。哎，你说，他明明就是受害者，却把自己弄得跟贼似的，不敢说不敢动，生怕被人抓着。那个，咱们抓紧时间吧，啊，做好准备。那个魏总啊，约好了，周湘和他那朋友见面，咱们要在这之前做出一套思路来。喂，您好。哦，我是，您是？啊，郭玉啊。啊，他来过，是咨询房屋拆迁的事儿。您哪位啊？有什么事儿吗？啊，那你们公司对员工还挺关心哈。啊，好的好的，再见。强伟达公司的人吧？一女的，不聊他们，翻篇了。哎，这个，魏总那朋友董先生。案件的基本情况，我看了，案值也不算少了。要按标的算的话，代理费怎么也得几十万。你怎么了？没怎么样。你是不是因为我劝郭玉别打官司？可你明明知道这案子没法打。没有，我什么也没说。我太理解这个郭玉了。自己被人欺负了，却像做贼一样。可你让他怎么办呢？一个人来到京北打拼，没资源、没背景、没后台。你可能会觉得，来到大城市闯荡的人，人人都没资源、没背景、没后台，可还是不一样的。你被官司缠成这样，你还敢贷款买车，还敢美容。还敢活得这么潇洒从容，换了我，打死也不敢。
你知道我们之间差了什么吗？安全感。不管你在外面遭受了什么，不管你落到什么境地，你都知道你是安全的。可我们不行，我们身后还有一大家子人呢，我们得不到任何的支援，身上还背负着那么多人的期待。我们不敢有任何的闪失，一个失手，不光连自己，整个一大家子人都会死无葬身之地的。不管我们在外面遭受了什么，我们都不敢跟他们说。你劝郭玉让他回老家，确实比在这儿能活得更舒服、更简单一些。但难道我们就不配有梦想？我没那个意思，我只是不知道该怎么办了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劝他。也是，要换我也得这么劝他。我只是说一个很可悲的现实，现实没那么可悲，起码你就没那么可悲。没准我比他还可悲呢。你好，我是罗英子。哦，罗律师。我姓邱。邱律师，快来，请坐，请坐，请坐。好。哎呀，辛苦你们俩了。没关系。这老魏呢，是我多年的合作伙伴，是他向我极力的推荐你们。你们发过来这个代理思路呢，我也看了，很好，很有见地，很有想法。我们公司的法务跟你们比起来，那不仅仅是业务水平上的问题，更重要的是你们这种负责任的精神，让我很欣赏。谢谢。但是呢，想必你们也知道，我们公司是上市公司。上市公司凡是有重大事务，必须通过董事会来决定。不过你们也放心啊，我会尽快的把你们的个人资料和一些相关材料提交给董事会，只要通过董事会，我马上就跟你们签合同。同时呢，我还有个想法，这次不仅仅是这个案件的问题，同时我也准备把我们的法务交给你们来打理，怎么样？没问题，董先生。好，那是这样，我们还有一些问题需要跟董先生讨论一下。好，来。像他们这样的公司，一年的顾问费起码怎么也给几十万吧。有了这几十万，咱俩以后温饱就不成问题了。再接案子，那就是奔着致富的路去了。你抿嘴笑是几个意思啊？我是佩服你，什么时候都能做美梦。为什么我遇到事儿就会往坏处想，而且最后还都应验了？墨菲定律说的就是你这回事儿啊！以后你也做做美梦，会实现的。美梦不是想做就能做的。那怎么，做美梦还得付钱啊？哎，你就不能给自己一点积极的心理暗示吗？别说我了。对了，方律师让我劝劝你，让你考虑一下刑事报案的事儿。如果官司一输再输，他压力也挺大的。看来你们是真爱过呀。真爱过吗？自从他突然跑了，这个问题我就觉得自己弄不清楚了。哎，但秋华，你想想，在这件事上，温丽是绝对脱不了干系的。如果我告了刘明，就会打草惊蛇，温丽一定会立刻想办法脱身。放过他，那我是最不甘心的。但我觉得你也得替方力宏想想，他在你身上连输2个官司，他对你会不满的。不，墨菲定律
我不会输那么多官司的。方力宏一定会对我很满意，很满意。来，把包给我。哎，你腿都这样了，你怎么还来上班呢？哎，不上班没人发工资。老板在吗？不是出差了吗？还没回来呢。一会儿有几个客户可能出去开个会，如果晚回来的话，你提醒我记得打下卡。哦，知道了，去吧。哎，郭玉，田总让你来了，去他办公室一趟。田总找我？嗯，他在办公室等你。这件事情我是知道的。田总，您找我。对的。行，那咱们就先这样。我这儿有点事儿，我先挂了。好。回见啊。对，哎呀，坐。还疼吗？不疼。哎，我的朋友给我拿了新茶，我很喜欢喝。哎，你尝尝，看你喜不喜欢。谢谢田总。没事。